2012年解放軍海軍擁有航空母艦，到目前已經有3艘。延使過去10年，它的相關的演訓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对抗航母打擊的戰法、戰術和諸兵種的協同作戰，如何克制航空母艦？這對美國來講，它的裝備、科技力還有戰法、戰術與時俱進的狀況下，你說美國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還有安全的空間和它的安全感吗？对，這個答案是非常清楚。美國戰爭部他們在最近發布了最新的一份2025中國軍力報告，而在這份呢100頁左右的報告呢，是川普第2任期的第一個有關中國大陸軍力評估的報告。這份報告做出了到目前為止可以說是最嚴峻的定調。怎麼說？因為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大陸軍方正在穩步推進3項2027年的目標。包括了具備對台灣取得戰略決勝，在核武以及其他戰略領域對美國形成戰略制衡，以及第3就是呢對其他區域國家達成戰略折制、威懾與宰制這3點，特別在和台灣最有關的部分。報告指出，北京如果判定有必要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可能會考慮4種選項，包括了不開戰的脅迫、聯合火力打擊、海空封鎖以及聯合登陸作戰雖然說的兵凶戰危，但是一般目前來說，多數的分析還是認為台海開戰的幾率沒有想象中的這麼的高，不像現在所說的兵推說很高這樣的一個情況。但是如果真的萬一不幸發生衝突馬老師覺得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行動是上面剛剛講的4種選項的哪一種幾率會最高呢？好，我想這個從前一陣子美國國會的這個報告看起來，這個2027其實大家的共識大概就是，也許在2027中共會有能力，但是不代表他有意圖，因為就像薛瑞福講的，這個動不動武其實是一個政治決斷所以在這4種選項裡面，其實不開戰的脅迫，大家可以想，在2020年大概前國台辦主任王在希提的北平模式，我覺得中共就在思索這個方案的可能性。那聯合火力打擊其實就是烏俄戰爭模式，可是烏俄戰爭模式看起來到目前為止是不成功的。那海空封鎖模式事實上就是德國的柏林模式嘛，在冷戰時期封鎖，可是這個結局應該也是沒有成功。那聯合登陸作戰就像諾曼底登陸這樣，它死傷非常的大，所以我覺得以中共現在在評估，就是雙方怎麼樣在損失最少，但是可以拿下台灣的狀態底下，我認為這個北平模式就是不開戰的脅迫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這個過程裡面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或者是困難度，就是在北平模式過去的北平，因為它不靠海，所以它被圍的時候，事實上也沒有其他外援可以到得了，那它就會造成這個城內有一種好像不投降就得死的一種狀態。可是台灣現在是一個島，這個島的4周都是海，那這個地方又有這個西方勢力或美國的這個軍艦常態在這邊，包含美日安保的範圍也都在這裡，所以我認為就是北平模式要在今天的台海或台灣發生作用，我覺得它有一個實作上的困難。這個困難就是北平的地理狀態跟台海現在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我還是覺得他們會優先用和平脅迫的方式來達成統一的目標。因為現在考量就是說代價跟達到的效果是如何哈。那因為過去我們也看到說，解放軍進行像聯合利劍幾次的演習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模式來推論的話，解放軍對台灣的包括海空網甚至是就是核武這邊的戰略威懾體系您覺得目前發展到的這個階段大概怎麼評估？我覺得當然是也不可小覷，就是越來越成熟，而且它透過過去的這個聯合利劍或海峽雷霆的這種軍演方式，事實上它不光是傳達對台灣的一種威嚇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也在驗證它的實兵，包含它很多新式的武器要怎麼樣在戰場上使用，在台灣的地形地貌下，它要怎麼樣進行攻擊所以我覺得在準備上面他們是越來越成熟，武器的這個強度也越來越高。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講，我還是非常同意薛瑞福的這個提法，就是最後動不動手，事實上是一個政治決斷，它並不是靠這個物質實力就能夠確定的事情所以從這個平息上面來講，我認為他現在的這個整體的這個軍事力量的強度跟成熟度是越來越高，但是不見得他最後會動這個政治決斷。OK， 建文兄也可以簡短的來平息一下4種幾率因為剛才馬老師認為是不開戰的脅迫，您認為呢？
我覺得其實中國大陸對台的工具越來越多，那這幾年這種所謂的灰色地帶行動，其實已經凸顯了台灣在國防建軍的時候，對於這一種威脅，現有的兵力無能為力。因此，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壓力對台就形成很大的壓力。當然，對於大陸來講，不戰而屈人之兵，或者利用戰爭威脅這種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是他最大的一個解決兩岸的利益。對，但台灣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豪豬戰略，向美國買大量的武器，把台灣打造成一個刺蝟。因此未來可能端乎於兩岸之間一些這個相關實力的消長。那隨着中國大陸軍事科技的快速進步，我認為在一個時間點，台灣發現無論你買多少武器都沒用的時候，特別美國已經擺明不會干預，這時候兩岸就往談的方向。我認為這個幾率會越來越高。對，其實不管是中國也好，美國也好，我們講 G2 哈，其實都在考慮的就是剛剛不斷在強調代價、效果，還有就是戰損哈，就是萬一開戰之後，它的損失會不會很大？那你又怎麼看另外一份這個美方高機密的文件哈？最近也曝光了，就是超越優勢簡報。那在這份簡報當中呢，所列出的每個兵推當中啊，都看到了美國最先進的航空母艦，就是福特號。兵推的結果是一再的被摧毀。這個福特號啊，其實它造價是非常高昂的，是130億美元啊。2022年正式服役，但是也被發現呢，它容易受到柴油電力潛艦還有反艦飛彈，像是鷹擊17呀，離解放軍大概有600枚的極音速飛彈的攻擊。那所以呢，兵推最後推出了一個航母被擊沉，而且多次兵推都推出了這樣的一個結果啊。當然也有人說兵推，因為我聽很多的兵推專家哈，常常在講的一句話說，兵推會失敗，就是因為要預算。所以基本兄怎麼看哈？就是說，是為了真的要爭取更多的預算呢，還是說解放軍真的是對於這個美國的航母打擊，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戰略的？我認為美國做兵推不只是爭取預算，事實上對於敵我之間相關的實力消長，它已經會做很科學性的驗證。航母對於未來遏止中國大陸對台動武，還是不是像1996年派了尼米茲號和獨立號，讓解放軍對台的軍演草草結束？我認為30年以後，整個情況已經絕非如此，而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這個轉變主要的核心是什麼？就是中國大陸軍事快速這個推進，在強大的經濟力的支持下，在科技、在裝備數量、在新的戰法戰術，對於美國航母來講，都有致命的絕殺力量。剛才的報告有講到，解放軍好像只有潛艦、各種導彈、各種飛彈對航母構成威脅，事實上斷不如此。這些飛彈只是打擊的手段拳頭，而且我必須說，不只有鷹擊，像這次93閱兵有鷹擊17、鷹擊19、鷹擊20，都由不同的載台，可能是水面艦、陸上的載台或者潛艇發射，對於航母構成威脅。但我們知道東風系列很多，像東風17。東風17的改良型東風27這種這個乘波體的高超音速彈道飛彈，另外那還有像東風系列東風21D、東風26，之前都號稱航母殺手，它以彈道飛彈結合高超音速攻擊的形式，美國航母一點都不安全。對，再加上93閱兵又出現了所謂東風1000，是高超音速的巡弋飛彈，打擊範圍有人說7000，有人說5000公里，但不管怎麼樣。這些打擊手段讓美國的航母不再安全，而且不只有拳頭，它眼睛、它的耳目照樣具有很大的優勢，比如天上的衛星，包括各種導航、各種遙測衛星、海洋衛星。那另外這幾年無人機大量出來，因此它的空中偵察載台足以清楚的這個瞄準或者跟蹤美國的航母。最重要就是我們大家知道，2012年解放軍海軍擁有航空母艦，到目前已經有3艘。原始過去10年，它的相關的演訓，特別紅狼對抗，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對抗航母打擊的戰法、戰術和諸兵種的協同作戰，如何克制航空母艦？這對美國來講，它的裝備、科技力還有戰法、戰術與時俱進的狀況下，你說美國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還有安全的空間和它的安全感嗎？对，這個答案是非常清楚。你提到這一點哈，我就想進一步請教，
因為現在剛剛特別提到是就要讓美國的航母戰鬥群是有所忌憚的，所以解放軍的想定是說，在第一島鏈之外，甚至可能在第二島鏈，透過長距離的發射，我就讓你根本連進到第一島鏈都不行，是這樣的想定嗎？確實，他會把攻擊的火力投射，而且有效打擊範圍越推越遠。因此，我們看到美國最新的一些對策，當然它對策很多啊，比如空軍有这個敏捷戰鬥部署，在一些小島部署，航空母艦距離你越來越遠，搭載這個 F-35C，讓它的航程設法延伸，再配合一些無人機。但我們知道，解放軍的火力投射範圍已經從可能1000公里內逐步推進到2000、3000甚至4000以上。因此，對於美國航空母艦來講，特別它一個航母打擊群，既有大型的航母，上面一堆飛機，再加上這些護衛艦，對付高超音速，我們目前知道科技目前無以為力。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下，美國退得再遠，其實它被打擊成功的幾率也越來越高，因此派航空母艦介入台海衝突，對於美國來講，它的代價越來越大，而且它的損失越来越高，因此對他來講，這個致命的威脅短時間內是很難克服的。是從紀文兄剛剛的分析，還有包括我們的討論啊，其實在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中美兩強，我們講 G2 呢，現在軍事實力啊，就是中方的軍事實力早就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不再是1996年那個時候啊，30年前的那個時候的實力。那在台灣這邊呢，前國防部的副部長美中台關係專家林中斌，他最近也表示，川普政府第2任期已經從第1任期的強力抗中逐步調整為避免美中直接衝突。林中斌他就推斷呢，以柯博吉為代表的這個對中戰略核心圈，他們這幾年來認為美中的軍力平衡已經出現不利於美方的變化。如果真的發生衝突，美軍可能會承受重大損失。因此呢，他們主張以勢力均衡作為主要的對中戰略，也就是競爭但是共存，不企圖消滅對方，屬於守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啊。那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一種避戰思維。所以陸老師，2027北京，我們知道他們要召開21大哈，攸關習近平是不是能夠繼續的連任。那陸老師認為，在這個之前啊，美中G2 這兩強對台海局勢最有可能會採取的戰略態勢會是如何？這個題目真的很好，可以作為碩士論文題目，因為中國將專注於打贏台海戰爭所有的技術上的準備。那美國呢，要致力於讓中共體認到，你如果要打這場戰爭，你的付出代價是很高的，而且你沒有辦法獲勝。所以兩個是在時間上來做一個競爭的競賽了。那中共它會強化所有現代軍事化的一個目標。那剛剛講的也多元的威懾，不管是火力打擊、海上封鎖、海空封鎖，甚至最危險的2棲登陸，甚至他用核戰兩手，就是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呢，再結合他的經濟對我們的依賴啊，我們經濟對他的依賴啊，在這樣同時呢，要強調他在對台工作上有了實質進展。習近平對台工作有實質進展，這才能成為他連任一個最好的一個例證了。就是我確實能夠掌握台灣，我能夠拿下台灣，只是我要不要做，他要做好這樣所有的準備。那我相信中國的戰略一定是這樣。那美國呢，是加速武裝台灣，像剛剛總編講的，處理很多我們數百億美元的這個軍售延遲。那像標槍飛彈、海馬斯這些飛彈，是不是能趕快來強化台灣本身的防衛能力？而且結合多邊聯盟啊，日本、菲律賓來跟我們做結盟。就如果你中共發動戰爭，你面對的不是只有台灣，是一個跟美國結盟的一個國家的一個對抗。第三個，你如果要發動戰爭，你要經濟上做到多大的一個反制？最後我就寫普魯士的一個最有名的這個軍事學家叫克勞塞維茲，他《戰爭論》裡面就提到，說一個國家會發動戰爭，有時候是臨時性的，是一個決策的。但是它的前提是，通常它的本身的國內的經濟情況不太好的時候，才會發動這樣的戰爭。那一個經濟情況很好的一個國家，他會不會去冒這個風險，讓自己的國家承受一個不可預期的一個損失存在？這樣他覺得這樣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對，這是普魯士的軍事專家他所提出來，所以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下應該不至於發生。那但是我們還是要做好我們的準備，因為說大家知道，所有的這個戰爭的準備要看意志力，誰的意志力最強，誰就會贏。是你像俄烏戰爭，烏克蘭接受這麼多軍事的援助，可是他的意志力沒有俄羅斯強，俄羅斯一直持續打，
他沒有停止過，他沒有普丁的這個意志力強。所以普丁就占到一個上風，所以我們要注意到這個現象。是中美兩強現在比拼軍事實力啊，當然比的也是後面的武器科技化的程度啊。先來從中日最近大家都知道關係非常的緊張啊，但是呢又因為一場軍事之間的對抗啊，那也就是說呢，歼15對上了日本的 F-15。這個照射雷達啊，就是用射控雷達這個事件呢，這幾天呢，在中日兩國之間鬧的是不可開交，而且這個氣氛有越來越往上升的態勢。北京方面強調是警示性的照射，而且甚至公布了這個對話的錄音證據啊，說東京在說謊啊，根本就是彼此之間已經打過照會了。但東京方面呢，則是持續指控這是敵對行為，雙方可以說是你來我往，這個言辭越飆越激烈。而中國大陸學者劉江勇甚至警告，他說呢，現在的情勢啊，跟當年甲午戰爭之前幾乎是一模一樣。但真正讓人震驚的是，這個事件越滾越大的時候呢，把一個更加敏感的軍事秘辛給曝光啊，也就是歼15的雷達探測距離竟然遠勝日本的 F-15。那麼根據日本富士電視台的透露啊，他們說歼15的雷達探測距離最遠可以達到170公里，而日本的 F-15呢才只有100公里左右，差了大概70公里左右哈，這个遠遠落後於 J-15。換句話說，就是在未來呢，如果在空中戰機對上戰機啊，誰先看到誰，誰就能夠先開火。這種超視距戰的時代，如果真的在空中爆發空戰的話，那日本可能會完全處於劣勢。來，我們來看一下哈，這是日本對不起，是大陸的網友哈，他們特別還做了一張圖啊。當然這不是殲15，而是殲20。我們可以看到，光殲20呢，他就特別提到說，它的這個雷達最遠的這個距離啊，跟各國的軍機比較了一下。那剛剛特別提到說，在視距以外的，就是未來在空戰的時候呢，其實戰機跟戰機之間呢。現在的科技已經進步到是你不需要看到敵方的戰機，也許在視距外呢，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射控雷達呢鎖定對方，而且進行攻擊。不過現在為了這個射控雷達的鎖定這件事情呢，中日雙方現在可以說是各說各話，而且也聽到了像是日本的防長這個小泉進次郎啊，甚至還說這是非常野蠻的行為啊。但是我們就從小泉最近的發言來看，馬老師怎麼解讀？因為現在雙方看起來是互不相讓，怎麼解讀？是，我覺得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高市他的這個發言的這個事件之後，到現在看起來是完全沒有收場，就是說兩邊大概要緩和很難。那如果緩和很難，你就可以大概發現中國大陸對日本的這個施壓，一方面一定是經濟，那再一方面他一定要讓日本覺得有壓迫感，這個壓迫感從軍事上是特別容易產生，所以中國大陸就有陸續的軍演嘛。那這一次的這個火控雷達這個照射事件呢，它主要是遼寧號選在一個離日本比較近的地方進行演習，然後就中方的認知，他認為我已經告訴日艦說我們會在這邊演習，發布一個演習區，那也就是說在我演習的過程你是不應該進來的。可是對日方來講，不知道是收到還是沒有解讀清晰，那他的軍艦就覺得，他的這個飛機就覺得說，我在我平常作業的區域裡面活動，然後沒想到闖入了遼寧號這個演習的範圍之內，那這個時候就被殲15這個用火控雷達來鎖定。那這個舉動當然是非常的不友善啦，就是說即使他闖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驅離，但是你還是選擇用這種比較強硬的方式，那就表示他也想透露某一種的訊息，也就給你壓迫感。沒錯，就是要給日方壓迫。我認為這一次的中方這個舉措是確實是想給日方壓迫。那日方可能也闖進他的這個演習區域也沒有錯，所以雙方會各執一詞。不過這裡面其實暴露了就是日軍在他們的這個等於說他們空軍上面的一個缺陷，因為這個 F-15是1972年的產物，1972年最早生產。那現在日本所用的型號是 F-15J， 是比較新一點，但是它其實服役也非常長的時間，所以它在這上面的這個 BVR 就是超視距作戰的這個雷達，其實是比較舊一點，這個是確實的事情。那實際上的作戰是這個殲15它出來，它有它的母艦上面的雷達系統，然後再配上這個它的彼此之間通訊鏈，再加上飛機本身的雷達系統，所以它是一個立體作戰，所以它可以照射到的這個範圍就會比較大。對，那相反的理論上，
這個日方所用的是 C4ISR， 就是它跟美國整合出來一個雷達系統，它是立體性質的。但是如果這個性質的雷達是開着，然後它 pass 給F-15上面的飛行員，其實它的飛機能夠照射範圍應該會不見得會像報道的這麼短。這個軍事專業，我請教一下孝瑋兄哦。我們剛剛特別在私下也聊天哈，就是說射控雷達，因為大陸方面講說是火控雷達，但是稱法不一樣。可是這個飛機跟飛机，因為剛剛特別提到未來的空戰可能不是真的要看到敵機我才行動的，我覺得在視距之外的哈。那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用射控雷達來鎖定嗎？好，应该这样说了，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那个雷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况。像以这个戰機上面來說的話，戰機的這種雷達，它通常它也是可以做一個廣域掃描。然後另外，如果當它把那個特定的目標鎖定以後，它就要對一個這個它要預備或是它認為是敵視的這樣的目標，它進行一個所謂叫連續波照射。那像以殲15戰機來說，它上面裝飾這種主動相位那個陣列雷達 ISA 的話，它那個雷達上面就會分成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那種那個區塊，然後每一個區塊它都有發射、接收、發射、接收的功能，所以就是說，它透過那樣一個廣域的搜索，等於說，它今天把每一個那個模組，它都調整成搜索的話，就打一個電波出去，然後這個時候只要碰到東西，那這個時候那個被碰到就是那個反射回來，還會反射，然後另外其實主要就是這個時候它就要看IFF， 也就是所謂敵我識別天線，那架飛機的敵我識別天線有沒有作用？就是說，我告訴你我是誰，那當然你收到這個部分之後，你馬上就可以判別你今天打到的人是敵是友，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在你的系統裡面就會告訴你哪邊有什麼，哪邊有什麼，就一片這個那個在雷達顯示幕上就很忙碌。那但是這個時候呢，其實以現在空戰來講，通常就會我剛剛講這種過程，其實預警機就要幫你做好了。然後也就是說，預警機在空中要做，就是先其偵測，然後去看誰有敵意，然後誰可能會威脅你。這個時候呢，它就要讓戰機本身呢具備這個就要讓你比如說 A 打 A， 然後 A 打 B， 或是 B 打 A，B 打 B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已經預定好了。那這時候要預定的時候呢，那你說以戰機來說，如果像以日本它目前的這個F-15J 這個戰機，因為其實它本身非常老，所以它不具備那種所謂的 A 射 B 導的功能。這個時候它就必須要讓它自己的雷達這個調向那架飛機，然後去鎖定。然後這個時候鎖定的時候就是用一個連續波，等於說我就那個電波就一直要朝着你照，你怎麼動了，然後什麼我的電波都跟着你跑。那同樣的像殲15也是啊，如果說我今天要鎖定你的話，就是說你的這個飛機怎麼跑，我剛剛講每一個單元上一個小的這個單元就要一直用這個雷達波追着你走。所以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日方就是在陸方跟日方，他們這次說陸方第一，他們說我這個已經事先宣布了我的演習區域了，你不可以進來。其實，在國際上，如果你在國際公海是沒有人會理會啦。也就是說，因為你看，像比如環太平洋演習，美軍在那邊演訓，中國大陸的這個天王星也跑進來啊。那你說，你這個天王星，我已經在這邊演訓，你怎麼可以過來？我把你先知會了，還是進來？對，還是進來。他這個，所以這個基本上在國際上來說我宣布我在這地方劃設演習區，你就不可以進來。這個在國際公海上是沒有這個道理。但是就中方來說，你進來沒關係，你要進來我已經先知會了，你進來。可是你進來，我鎖定你，我也沒錯啊。其實也沒錯，對，所以就是說，這個就變成說是雙方在這個地方就是相互表示那個互相不友善。對，所以現在這個壓力來了你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就尤其這個小泉進次郎，他這個你可以看到在鏡頭前面的這個義憤填膺的說這是這個挑釁的行為但是。我們也看看美方的反應這個美國的反應異常的低調。最受人矚目的川普，他始終是保持沉默的白宮先這個也是把這個話說得很清楚他說目前美國就是跟中國大陸保持良好的關係，跟日本是維持同盟關係，但是不介入中日之間的爭端。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甚至暗示說門羅主義回歸。這是一種暗示嗎？好，另一方面呢，川普也多次的公開表示說要改善美中關係。畢竟我們都知道，明年大概約是在4月左右他要去中國大陸訪問，要見習近平，為美中貿易戰還有關稅要打好談判基礎。所以怎麼解讀美國這個在這件事情上面異常的低調啊？從11月7號這個中日爭議開始之後，那川普真的是沒有直接對這件事情說話，也沒有直接表態，非常聽日本或聽高市早苗。那是不是因為他明年要訪中，或美國跟中國正在進行這個貿易談判？因為貿易談判還沒完全完整，或者其他的考量，其實都算在內了。那川普，我猜他認為，我10月28號剛好在東京跟高市早苗，我也沒有交代你這樣做。然後我過2天在南韓跟習近平見面。
那我離開亞太地區過了10天，就產生這個爭議，而且我正在忙處理俄烏戰爭。然後你脫稿演出，他真的是花很多時間在俄烏戰爭方面。然後最近另外國內議題也很多，比如說這個醫療費用啊，或是這個通貨膨脹的問題啊。所以我真的是認為川普的態度目前是我沒有要求你這樣做。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比如說我們回到川普第一個任期，2017年第1年的時候也是訪問中國，對不對？習近平也訪問美國，那個時候跟中國跟現在是一模一樣的模式，說我跟習近平是好朋友，討論貿易等等。但是進入他第2年，2018年，然後貿易戰就開始，然後各式各樣應對中國的政策都有，而且有拉進來日本、台灣其他的國家，对不對？所以假設明年中美關係惡化的話，那後續到時候川普會鼓勵日本這樣做。但是我真的是認為，川普看這件事情不是不聽日本，不是不聽日本，但是他真的是覺得，我這個時候沒有這個要求。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明年4月的訪中之行嘛，是嗎？我是覺得川普真的是看整體的情況，那你覺得特別針對訪問中國，你覺得門羅主義會回歸嗎？的確是有，就是這個川普各式各樣的動作，從他一上任開始說巴拿馬運河要還給美國或者最近派美軍進入加勒比海等等，那很明顯各式各樣的動作，真的這個 Monroe Doctrine 是回來，但是現在不是叫做 Monroe， 是叫做 Donroe， 因為 Donald Trump， 所以 Monroe Doctrine 是換成 Donroe Doctrine， 變成是川普。門羅這樣的啊 ，OK 好，唐納主義，門普或者是川羅，類似這樣子啊。好，那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整個態勢的，其實美國是居於第2線的，在第1線的是誰呢？就是日本哈。日本在距離台灣非常近110公里的這個與那國島部署飛彈啊，說要把周邊打造成一個飛彈群島。《華爾街日報》也披露說，大陸解放軍犯台的第1階段呢是大規模的飛彈攻擊，飛彈群島的對手很可能就是大陸的東風17、東風26這種1000公里起跳、鎖定時間非常短的高速武器。另外，最近我們知道，上個禮拜我們也特別提到，是在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海域呢，也是不平靜啊。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是中日這次的戰機的遭遇哈，很特別的是這次不是在第一島鏈內，而是在第一島鏈外啊。對，這一點我覺得特別要請教孝瑋兄你怎麼看？因為這是第一次啊。好，因為就是說我們看到這次遼寧號它穿越了這個石垣宮古水域以後，對不對？它其實相對來講，它跟上次的航線相比，它比較向日本本土靠近。然後它在距離就是在那個經過石垣宮古水域，然後在那個差不多奄美大島南邊那一大片的那個菲律賓海中啊，它其實選擇了一個離日本本土大約400公里的地方啊進行演習。其實這個位置非常的微妙，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以航空母艦戰鬥群或打擊群，它要進行攻擊發起的時候，這個距離差不多就400公里左右。也就是說，今天共軍在那邊演習，遼寧號在那邊演習，他就告訴日本，我現在遼寧號航空母艦打擊群這邊，我可以打到你這個地方。是啊，所以也就是說，他這的確也是這個對日方來說是一個非常強勢的這樣一個軍事表態。那但是表態以後呢，其實今天日方在這一方面基本上面來講，當然日本要如何不是日本能如何就能如何。其實我覺得高市他之前在國會裡面的這個詢答裡面，其實他搞錯了一個重點。為什麼你說美國不挺他？因為他說他今天自己主動說，如果他那個台海周邊這個狀態會成為日本這個生死存亡重要之境，對不對？但是對不起啊，美日安保啟動與否不是你日本主動，是我美國主動啊。但是你高市這樣講，等於你要拖着我美國下水。所以你看，為什麼我覺得川普到現在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這樣一個這個表態，是應該是我拖你下水，是變成你拖我下水。明明是應該狗咬尾巴變成尾巴咬狗，我這還得了，對不對？所以你看，川普到現在沒有動作。但是我剛剛講這個意思就是，今天過去日本在美國的這樣一個算是它的在周邊在一個防務的這樣一個計劃下，它也的確在包含像石垣宮古，還有像與那國島等等部署了長射程的這種所謂的反艦飛彈。那這些反艦飛彈，它的射程的確是可以有效封鎖我們剛剛講石垣宮古水域或甚至於與那國水域。但是重點就是，如果兩岸真的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美國到底要不要介入？美國介入之後，到底要不要日本自衛隊到底要提供美國到什麼程度？這才是關鍵。你講了一個重點，就是說飛彈群島，現在我們在討論的就是說，它會不會也相對讓日本變成了第一波可能被攻擊的目標？好。
如果說今天我剛剛講，如果今天那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行動讓駐日美軍沒有涉入，那同樣駐日美軍沒有涉入，日本自衛隊就更不會涉入。那這個時候他們本身是會相安無事，變成一個穩定狀態。但是，一旦如果說今天駐日美軍也就是美國決定要涉入兩岸之間這個軍事衝突的話，那這個時候日本的確就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那當然，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它在這個高超音速武器，特別是彈道飛彈上面來講，它的這個那個資源很多，像東風17、東風26這個東西其實很現實的是，愛國者是攔不住的。其實我們從這次以色列跟這個伊朗，還有包含以色列跟那個也門的這個衝突過程中，很明顯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高超音速飛彈現有的那個地對空的彈道飛彈攔截系統是攔不住的，已經告訴你這個殘酷的事實。所以就是說，這個時候未來我們剛剛講的，你說未來就是說兩岸發生衝突，日本要不要介入？其實它是被動，是決定在美国。那如果美國決定介入，那當然日本這些島嶼也會被攻擊。但同樣的，今天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也很難那麼順心如意能夠跑進這個菲律賓海，這也是關鍵。那當然你說中國海警為什麼最近常在釣魚島周邊進行這樣一個那個巡航，常態性的常態巡航，它就要營造這樣一個所謂的執法態勢，也就是要讓它在這個區域的存在成為一個現實，而且呢，甚至於就是因為那個北京方面對於這個釣魚台劃歸給行政權給日本，它至今是不承認跟接受，所以它就要借由這樣一個行政權跟管轄權，特別重點是管轄權或者說治理權的這樣一個逐漸的行使，要強調那個釣魚台是屬於北京的領土。对，現在是變成是常常聽到那句話，習慣成自然未來變成常態性的。但現在呢，日本方面除了對外要考慮到說這個步步進逼的這種你說軍事上面的態勢以外呢，其實高市早苗還得面對的是日本更大的問題，是債台高築。來看的是中國大陸的海軍這次遠征這個澳洲，而且還帶上了準航母，怎麼一回事？因為澳洲的防長他最近證實呢，有一支中國大陸的海軍特遣艦隊已經進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這個艦隊群當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2棲攻擊艦，還有一艘是這個052D 驅逐艦，另外呢是054A 的護衛艦，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補給艦對照呢，今年2月在澳洲東岸這個進行實彈演習的中國大陸海軍編隊，這次他們覺得呢，艦隊最大的亮點就是戰力堪比準航母的075型2棲攻擊艦來帶頭。好，這次帶上了準航母當然有一定要釋放的戰略信息怎麼解讀它的戰略信息？大使，我想這是一個演練的一部分它的主要的這個艦隊的這個主力艦，從05大區換成075 2棲攻擊艦05大概12000噸，這個0754萬噸，那他們各扮演在戰場上不同的功能。那05它是有120幾個垂發，它事實上的攻擊能力非常強。那可是這個075呢，它上面是有艦載的這個戰鬥直升機，還有這個肚子裡面還裝了什麼？還裝了這個就是說這個氣墊船登陸氣墊船。那它可以載差不多1500名兵員在裡面，所以它是有登陸作戰能力的。所以我想這個是訓練的科目不一樣，一個是055大區為主的一個遠洋艦隊，一個是以075為首的一個遠洋艦隊。那我想訓練的科目不同，那這個演習的所謂想定的狀況也不一樣。对，所以這兩個主力艦的就可以顯示出來。當然，我常常在想，就是說為什麼往澳洲走？我覺得最近看中國大陸這2年的海軍的它這個演訓的動態我覺得它基本上往西走的話，往東走的話，最多大概走到第2島鏈，那往第2島鏈再往下去再走的話，就要到第3島了，就到夏威夷了，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往那條路線走，有看過05大區往這個，就是說比較靠南邊的這個就是說太平洋諸島、大洋洲那一塊，大洋洲這塊有，可是它沒有往中間這個地方直接突穿，我想這是戰略上考慮。那在這個第2島鏈附近像中國大陸的這個遼寧艦也好，山東艦也好，幾次都接近這個關島，大概在500公里左右。是，那很明顯的，它在從第2島鏈上面下來，一直到接近到關島，我覺得就是做一個台灣海峽的一個戰爭的時候，台海戰爭的一個區域拒止的一個演練動作。
那在那邊擋住啊這個美軍從這個太平洋過來的支援部隊，所以它的有很明顯的這個訓練的科目。那可是你要把這些艦艦再突破第二島鏈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還是覺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較深藍海軍的演訓的話，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較敏感性比較低。上一次雖然在澳洲這個塔斯馬尼亞海附近啊，他做了一個實彈射擊，可是距離澳洲的領海是300海里以外，500公里左右，相當的遠啊。所以他出來演訓，他一定有實彈射擊科目了。那現在又一次往澳洲走，我覺得這個就是你比突破第二島鏈，往第三島鏈，美國的第三島鏈突進的話，它目前的敏感性是比較小的。比較起北邊的這樣的一個路線的話，往南，往這個大洋洲這邊、澳洲這邊的話，敏感性確實是相對來講低得多哈。那當然，這個也有媒體報道說，這一次呢，看到整個中國大陸的編隊群組哈，堪比，就是說也做了一個比較，戰力的比較，說堪比是一整個澳洲海軍的這個軍力啊。當然，我們常常講說，海軍的戰力不是只是看數量，看這個簡單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較，但確實在陣容上面看得出來說，這支中國大陸的航母不是這個整個艦隊的編組群啊，是有它的一定的規模的。那針對這件事情呢，澳洲的外長黃英賢也表示說，中國大陸呢目前正在更頻繁地把他們的軍事力量投射到更廣大的太平洋地區，而中方呢繼續通過經濟還有安全手段這些方式增強他們的戰略影響力，而且越來越頻繁地在澳洲周邊的這些區域呢展現軍事力量。而針對這樣的威脅，美國的 USNI News 也報道說，川普表示根據 AUKUS 的協議會讓澳洲呢從2030年開始取得5艘維吉尼亞級核動力的攻擊潛艦。那其中呢，澳洲已經確定要買1艘全新這個全新的，包括還有2艘現役3艘，一共3艘潛艇。那2艘是現役的，1艘是全新的，所以呢要加強它的核動力的潛艇的戰力。那美國海軍部長費蘭也強調說呢，美英輪調潛艦部隊將會從2027年開始要進駐到西澳，希望能夠強化印太地區的力量投射。所以現在回到這個美國跟 AUKUS 之間的這個協議哈，那我要問的是說 ，Russ 覺得有辦法在短期之內補足澳洲現在需要的武裝力量嗎？短期之內是很難啊，除非美國跟英国自己調他們自己的要有巡弋，對不对？力量到那邊去。但是這些潛艇按照所有的新聞跟相關規劃，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拿。我說這個核動力的潛艇真的需要很長時間了。那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對。那川普會不會願意調大力量的美軍能力到那邊去，目前是一個問號。但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是不是？其實有這個必要了。如果中國這個動作這麼頻繁的話，澳洲身為美國的盟友，美國應該要這樣做。但是川普會不會願意，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那但是不得不說，雖然難聽一點，英國的能力真的不足了，這個大家也知道了。他們對國防的投資真的在過去20-30年真的是走得很低了。然後最近換首相好幾次了，而且每次新首相上任的時候會說：“哦，我們國防投資會提升啊。”結果發生什麼呢？他們會發現他們國內不管是醫療系統或其他的議題是更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覺得就是很難這個解決這個問題，澳洲很難依賴英國，只能依賴美國了。所以聽到澳洲的耳裡的話哈，除了美國可以靠以外，這個英國就像你講的不用奢想了哈，那就口惠而不實啊。那短期你覺得應該說，在可見的這些時間內，美國要怎麼樣在這段時間先強化澳洲自己的一些防禦的能力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比如說，不管是海軍陸戰隊，因為已經在澳洲有固定的這個人數了，那也可以增加了，或者美國的海軍海軍相關海軍不管是潛艇、船等等，也可以多訪問澳洲，美國的戰機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美國願意這樣做的話，川普還是會向澳洲要錢啊，還是會說好，那我們可以啊，我們可以多訪問。你講到重點了，我們都可以訪問，但是還是有，就像這個 NSS 裡面有提到這個 burden sharing 這個字，然後多訪問是可以多訪問，但是這個 cost 澳洲還是要付，那要看澳洲出，那要看澳洲願意不願意，這個要看他們自己有沒有這個意願，但是應該是會有了，而且這個總理沒有選舉的壓力，因為他們是今年5月份才連任成功了，所以下次選舉是2028年。對，所以如果他們真的有這個意願的話，就是國防這方面，而且要負擔部分美國的這個費用的話，那他們自己要決定。但是如果沒有 cost sharing 的話 ，burden sharing 的話，那 Trump 就不會做了。OK， 所以剛刚拉回到我們剛剛討論到說 NSS 的部分，其實川普也明白的在報告當中講到說，不是只有美國嘛，盟國你自己也得出啊，你要出力也好，或是出錢也好哈，不是說我是無償的。那講到印太地區的安全議題，其實拉回到日本來看，日本的防衛相哈，也就是他們的防長就是小泉進次郎，他最近呢就前往航空自衛隊府中基地去視察太空專門部門宇宙作戰群，他也宣示呢，2026年度呢會把這個空中自衛隊整編成為航空宇宙自衛隊。他指出呢，太空不僅是軍事，也是民生的極重要領域。那專家也指出，太空積極強化這個發展有一個理由不只是3個理由。第一個，通訊傳播非常重要；第二個，日本準天頂衛星定位系統的精準度。第3個就是防衛監視的基礎建設領域，所以就是說今後在日本部分特別針對我們講航太也好，那蔡老師常常講說，他們說是宇宙他們的發展戰略重點方向是什麼？因為這種小泉進次郎當成防衛大臣之後的話，他的表現日本基本上是很贊同，而且他有辦法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告訴全世界，過去的人比較沒有辦法。那主持人講到這個東西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因為他表達能力很好嘛，所以他在記者會裡面就會有這種東西出來，也就是在12月2日的時候，然後他有去講，然後可能我們不是很清楚府中在哪裡，府中的話就是在東京，我們可能叫這個應該說空軍，我們叫空軍應該是在郊外，沒有，它是在東京。然後府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為什麼要去這邊？因為它是美軍基地在旁邊，也就是我們講橫田基地，所以它兩個的話就會結合在一塊。這個是為什麼他要去的一個原因，而且這個是他的一個司令部。那這司令部的話，對於太空而言，剛剛主任說他們叫做宇宙，那宇宙的話就會有一個叫做宇宙空間，因為宇宙沒有什麼領空領海的一種概念，而且他們會發現呢，現在的中國大陸或是說俄羅斯，他們對於破壞衛星的能力也還蠻強的。日方的話已經有開始擔心這個方面的，對，所以他們也希望說這樣的能夠去發展，萬一我們的宇宙被破壞的一個情況是什麼？但如果說單純從商業的角度去講的話，我們現在的網絡啦，除了海底電纜之外，很多就是宇宙，因為他們有注意到SpaceX 的老闆 Starlink 就是從宇宙上面，他們就發現像馬斯克在烏克蘭戰爭的時候，Starlink 好像就幫烏克蘭救了不少人那種感覺，這也是他們要去做的。所以宇宙等於是一種商業，並不是只有是在軍事而已。這是他們現在所看到的。所以這個可預見的未來，就是不是只爭奪在地球的這個領域還要在 out of space， 就是在宇宙太空。台海戰爭到底可控還是不可控呢？是像美國智庫之前所說的可控嗎？這是一個疑問句哈。那麼《紐約時報》呢，最近罕見他們揭露了一份五角大廈的高度機密內部文件優勢簡報。那這並不是一般我們所熟知的智庫兵推，也不是學者的沙盤推演，而是美軍自己用來說誠實面對失敗的內部評估。
而結論只有一句話：20年前美軍還救得了台灣，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當然，这個報告一出呢，立刻引發了關注，因為呢，在先前有很多次兵推，我們都知道，就是在兵推當中呢，美軍的航母的打擊群還沒有進入到作戰位置之前，解放軍的飛彈呢，像是反太空作戰等等，就已經全面開火，甚至呢，就連美軍最引以為傲的象徵啊，就是他們的福特號航母呢，都會在空優尚沒有建立之前，就會被重創，甚至被擊沉。而在不久之前，日本的媒體 President Online 才引述了 CSIS 的兵推，他們指出呢，24種的模擬作戰情境當中，中國大陸只有在2種情境下能夠取勝，其他全部都是落敗的。但是美國學者叫做 Lily Goldstein， 他直接就點破《華爾街日報》還有多數剛才我們所提到台海兵推劇本的3大盲點，哪3大呢？第一個，忽略了商船的平戰轉換能力；第二，直升機還有空降兵的立體突擊；第三，就是核升級的風險被刻意的忽略了。好，那馬老師怎麼看這份美國國防部這個優勢簡報的結果？因為剛剛特別提到是美軍內部對於自我評估，他們覺得哪些短板、哪些弱點必須要趕快補強的。應該是蠻真實的。我覺得每一次的這個推演，他都會根據他想定的劇本，會有不一樣的答案。那我覺得，如果從解讀上面，這個優勢簡報，它只是設了一個更惡劣的美軍作戰環境。那在這種惡劣的環境底下，美軍要取勝本來就不太容易，但是它不代表真實的戰爭過程裡面這些事情會發生，它是一種想象。那所以這可以說明為什麼 CSIS 的兵推跟這個優勢簡報彼此之間會產生差異性，因為我相信他們設定的劇情是不一樣的。不過前一陣子就是在93閱兵之前，我覺得路透社有一個非常深入的報道，他就是在講說在8月份的時候，中共已經開始集結了這個滾裝渡輪跟這個就是甲板貨船去進行登陸的演練。那這2種船結合在一起，其實它就不用靠岸，它的重裝甲還有它的機械就可以從離岸邊比較遠的狀態用這種商船的方式，它就可以接駁到岸上了。也就是他這邊所提到的這個想定，就是商船平戰轉換的這個能力。那這個當然在做法上是有可能。不過，實際上我覺得，如果是在戰時或衝突的狀況底下，你要有這麼大的船舶能夠靠近台灣比較近的海域，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它體積太大，然後它移動速度很慢，然後這種大規模的直升機空降，這個在作戰的過程也很難想象說我們的空域，除非他們有空優啦，否則我們的空域大概非常難被任何的單一國家就是有大規模的這種登陸。這種可以這個空降的這些飛機充滿了我們的上空，所以我覺得這些想定是存在，但是它不一定會在戰時真實發生。它美軍有沒有到不了馳援不了的問題呢？我覺得基本上沒有。航空母艦它需要部署，但是第7艦隊的3艘航母它經常性的在這個西太平洋海域出沒，這個是一回事。但美軍本來就在亞洲啊，美軍本來就在沖繩，本來就在日本，本來就在南韓，所以。本來就在菲律賓，所以本來這附近就存在美軍，它並沒有戰爭發生馳援的問題，是它在戰爭的同時，它也在這邊。所以我覺得在思考上，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下。我覺得沒有像他們講的這麼悲觀，但是這是一種想定，我覺得大家要了解這樣。啊，軍方的報告當然值得參考哈，不過這個就讓我想起先前這個我參加一場這個兵推的相關的講座的時候呢。講者他就特別提到一句話，我印象深刻。他說呢，所有兵推會失敗，就是兵推到最後失敗，無非目的很簡單，要爭取預算，就是我們要更多的國防預算來加強我們的這個經費哈，那才能夠提升我們的實力。那所以現在回到說這個美軍啊，就是五角大廈這個優勢簡報哈。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當然美軍的擔憂不是這空穴來風，也。它是其來有自的，因為最近就看到中俄的聯手，這個禮拜呢，中俄的戰略轟炸機呢首次的聯手出擊啊，我們看到有2架俄羅斯的圖95從日本海逼近，然後接着呢在東海的空域啊跟2架中國大陸的轟6K 會合，2國的軍機就沿着對馬海峽一直到4國外海，然後再到太平洋，再到宮古海峽，他們完成了長距離的戰略巡航。
那麼在往返宮古海峽的這個途中，又有4架歼16進入這個護航的隊伍哦。那同一時間呢，在日本海上空還出現了俄羅斯的 A50預警機以及2架蘇30的戰機。那我要說的其實就是，你可以發現中俄之間的不管聯合演訓也好，似乎是越來越有默契啊，好像是叫一聲，馬上就集結在一起，這個隊伍就看起來非常的整齊哈。當然，中俄現在在東北亞的這個動作呢，也越來越明顯，所以呢，這次看到出動聯合一起的話是15架軍機，包含了具有核攻擊能力的圖95還有轟6，聯合繞飛日本。像剛剛馬老師講的，無非是給日本一個很強的壓力哈。那當然，這個背後的戰略思維，還有包括中俄的聯手啊，未來如果一旦是常態的話，這對於東亞來講的威脅是什麼？訊號的傳遞，主要是訊號的傳遞，也就是說，今天中方希望能夠借由跟俄羅斯這樣一個聯手巡航這個這樣一個作為呢，強烈向日方那個透露出就是未來如果两岸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話，你沒有選邊站的餘地你唯一能夠做的就是不要介入這場軍事衝突，因為如果你一旦介入這場軍事衝突北京跟俄羅斯都有能力對你發動攻擊，而且因為其實對於這個俄羅斯來講那你說北京如果說今天要对因為就是日本介入了這個台海衝突之後，那北京要怎麼做？那自然第一，我們剛剛講到，既然如果說你那個日方在美方的這個美日安保啟動下被動介入，因為其實即便是美日安保，那日方要介入的這個程度還是有非常多的這樣一個選項。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日方選擇了積極性的介入了這個台海之間的這樣的爭端跟衝突的話，那這個時候中方可能會做反應，甚至聯合俄方來。因為其實俄方對於日方來說，長期以往日方對於俄羅斯，它有一個非常奇妙的一個因素在裡面，也就是北方四島。其實日方一直對俄羅斯相对來說是比較好，這個在外交以及這種國際場域上都是相对來說是比較忍讓跟客氣，就是日方念茲在茲，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夠要回北方四島，至少能夠要回北方四島中的一部分。那其實當然我們看到在俄烏衝突之前那個俄羅斯也同意歸還4個小島中2個比較小，但結果沒有想到因為俄烏衝突全面爆發，日本站到美國的率領的這個國際的這個團隊裡面，讓俄羅斯憤而就決定這個事情就不還了。那但是也就是我剛剛講，俄羅斯來其實也就強調，也就是告訴敲日本的這個門，告訴你還有北方四島的問題在我們這邊還懸而未決。然後那對北京來說，你如果真的無條件站到美國那邊，然後就是對美國請全國之力支援的話，那這個時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為我中方攻擊的目標。當然，到時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做那個这种事情發生前，我要用這樣明確的訊號告訴你我做得到。那但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當然其實在這個階段俄羅斯它的問題俄羅斯有它實際問題，就是他們這次加入這個聯合戰備那個巡航的這樣一個那個轟炸機跟這個 A50的預警機其實都已經是在這個烏克蘭前線經過一定程度的這個耗損，等於說它透過攻擊烏克蘭一個航艦之後進行一個長途飛行，然後進行多次空中加油，然後繞到日本這邊來飛它。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講，要能夠有效而且定期的執行這一類的這個任務，其實越來越難了啦。對，OK， 所以其實但不管怎麼樣，看得出來說他們的這個編組或者說編隊的，其實他們這是非常。可能是演練也久了就變成說要集結的時候是非常已經有默契，就變成說我今天這個任務只要一下，那俄羅斯不管你從哪邊抓飛機過來，那中國大陸從哪邊抓飛機過來，都要變成一個有效的聯合作戰的態勢，這個部分是看得出來的。所以演訓變成是非常的熟悉了。对，那現在在東北亞這邊呢，其實你可以看到陣營的對抗是越來越清楚我們要說是兩大包括了中俄朝，另外一方呢就是美日韓這個緊張關係也正在加劇中。可是川普的態度當然。我們剛剛也提到說，包括最近對日本就中日之間的這個關係緊張，它是異常的低調。同時對東亞現在呢也是態度微妙讓美日韓的同盟現在也有分析家認為是有信任折損的問題。好，現在不但是說呢，川普我們聽到他講說跟習近平的關係還是非常的好，然後呢在這一次的中日還有俄烏的態度上面，更是讓大家覺得你這個偏的也太過頭了吧那不排除會再見金正恩等等的。這些相關的，不管是想法、說法或者是做法，都讓美國的盟友現在很擔心一件事情，就是萬一到時候發生了事情，美國不出面怎麼辦？這個是醫美論嘛？現在不只是這個，連德國總理不是也是這樣講嗎？我們被美國耍了。
其實很多人對川普支不支持盟友，有條約的盟友有質疑。但是雖然常常批評，比如說他常常批評北約國家國防預算不夠，或者南韓、日本國防預算不夠，這個是第一個任期到現在他一直以來的說法，沒錯。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很了解這些防禦的這個條約的義務，所以對川普來說，我相信假設明天北韓攻打南韓，那川普他真的是很了解美國必須要按照條約來幫忙或協防。我相信川普了解，但是同時不得不說，那釣魚台或菲律賓在南海跟中國有爭端的小島嶼啊。那川普會不會為了這些衝突動用美國的軍事能力協防？的確是一個問號。雖然過去美國官方發言人都說釣魚台也是在包含在條約之內協助的地區啊，但是會不會因為一個小島跟中國或其他國家戰爭？真的很難說，但是我真的是認為很多人對川普的這個質疑是應該可以說是不成立，因為他還是很了解這些義務，而且他了解這是長期，不是昨天或前幾年才簽約了，他了解這個是從冷戰到現在的美國的非常重要的義務了，所以我覺得這個質疑是對川普來說，對川普是有點不公平。但是範圍是多大？這個是一個問號。所以從剛才 Russell 的分析裡面，我聽到一個重點，就是說未來萬一真的發生，不是大規模的衝突，而是局部的衝突，那麼美國可能會意識到這些衝突對於區域安全的影響，可是不見得會出面，是這樣子。對最近幾個禮拜，中日衝突，川普也沒有明確表態，對不對？因為他真的覺得這個小事情真的很煩了。這個沒那麼重要啊，為什麼要產生這個這麼大的爭議？他真的覺得這個是不應該的。OK， 這個好像我們曾經聽過的一句話，就是說大事跟小事其實都是事，但是決定大事是小事，就是說是大事還是小事的是川普，那就看他到時候決定這個衝突是大事還是小事嘍。國安局最近的一份最新報告指出說，美軍借由和日本、菲律賓聯合軍演的機會，正在建構第一島鏈的飛彈網，那其中呢包括了美國在12月18號宣布的對台軍售案，而在增購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的部分還包括了420枚最大射程有500公里的 M57陸軍戰術飛彈，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聽到的這個 ATACMS。那另外呢，還把提豐中程飛彈機動部署到日本山口縣，還有菲律賓的三苗里氏省。並且呢，把這個射程290公里的 Nemesis 反艦導彈系統往前推到部署在日本沖繩啦、宮古島、石垣島，還有菲律賓的巴坦島。現在日本呢，還規劃在九州北海道要部署射程900公里的島嶼防禦滑翔彈，而菲律賓呢，則會在呂宋島西部巴拉望省部署射程290公里的布拉莫斯反艦飛彈。聽到了一連串都是飛彈，所以簡單來說，就是要建構一張飛彈網。但是這個飛彈網，我們講說它有防禦，它有攻擊，防禦跟攻擊的能力怎麼評估？將軍，那我們來看的話，就是美國希望在打造把第一島鏈變成這個導彈長城。你看一個島鏈這邊，從日本的琉球、台灣、菲律賓一直過去，那變成一個導彈長城，一個剛好一個鎖鏈。因為現在飛彈的射程越來越大了，不管是這個地對地飛彈或反艦飛彈，它的整一個包絡線跟這個包絡線重疊，對，這個包絡線跟包絡線，幾乎就連在一起了。你看它重疊的範圍越大，表示它越密。對，因為它的射程都已經超越了嘛，大家彼此涵蓋，你涵蓋我涵蓋你，那整個一個網從第一島鏈，你從北海道一直拉到，包含菲律賓，你的往南邊的話，就是我們所講到的婆羅洲，是不是？或者是你往婆罗這邊走，這整個是不是就是整個一個導彈長城？那當然，你不管是海馬斯火箭，你看現在可以打到500公里，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只能打到140公里，現在增程可以打到500公里，布拉莫斯是250公里了。那有地對艦，也有中島，你提豐是中島，
隨風中島的話，它是打到地對地，那就這樣子，那你換掉越來越多，還有的這個地對空，那你是不是整個這个導彈長城就出來了？但是我問你，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它感覺好像是一張隱形的牆？對，就好像長城一樣這樣。對，就變成個這個隱形的金鐘罩這樣出來了。但是問題是出來幾個，第一個，我們看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研發出更多的無人機，也包括9天無人機變成無人機的母機，那空中的話就可以放，變成蜂群戰術或螞蟻雄兵，對着你這些導彈基地做破壞。對，它雖然不會做一個重大的摧毀，尤其是堡壘啊或地下工事比較強，它沒辦法。但是問題是你這些導彈都有的是沒有是在會機動的，被它偵知到的話，它直接給你破壞掉了就夠了。它這個蜂群戰術或者是螞蟻雄兵，就把你無人機，它有廉價無人機把你就幹掉了。第二個，將來會有中國大陸甚至俄羅斯來看的話，會有更多的高超音速飛彈，你根本攔不到，直接對你目標也做破壞。就是說大家可以先制攻擊啊。那這個無人機也好，高超音速武器也好，那是不是就會達到一個把你這個針對的跟你把它破壞，把它化解？另外一個我們來看的話，就是講到的那個，如果這些陣地是固定的呢，不是機動的，很容易被鎖定。因為你有沒有打帶跑？沒有打帶跑，好，那你就準備被幹掉。那換句話說，這些也是問題。另外一個我們所講到的，就是它的抗干擾能力。你這出去了，中國大陸它有電磁戰，讓這個電磁干擾把你干擾掉，你就失真了，你就沒辦法做最後的定位了，等等。那我認為回來到最後面，我認為還是個數量是關鍵。數量夠不夠？你一天就打幾百枚，你一下就耗光了，你能夠撐多久？導彈長城你的數量有多？大家變成說要不要 all in？你要不要收哈進來？你 all in，人家也 all in，這個是問題啊。那你能夠撐多久？導彈長城能夠發揮多大的時間？你瞬間可以，但是長時間撐得下去嗎？可能不夠了，用光了。那最後一個我講到的就是我們說的，現在美國跟這些國家啊都是單一安保。美國沒有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複合式的安保，它單一安保。美國跟日本，美國跟菲律賓，它沒有一個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那大家就看看烏克蘭戰爭，大家都在隔岸觀火，那是你的事情了。那就這樣了。中國大陸只要針對一個就好了，它只要針對菲律賓就可以了。那菲律賓就很孤立無援，因為大家其實都在當觀眾，那這個菲律賓就吃虧。對，因為你是單一對。因為在亞洲這邊是沒有一個像是北約那樣的組織的，就是說。將軍剛剛就直接突破盲腸了。如果今天菲律賓如果真的因為涉入然後被攻擊了，日本會出手嗎？不見得。但日本如果被攻擊了，菲律賓會出手嗎？不見得啊。就連美國也不一定。好，那但是將軍剛剛有點到了，數量是關鍵，而且其實這個數量就想到說你的量產能力，你能力到底有沒有達到一定的這個水準跟標準啊？因為現在我們提到的說這個飛彈網啊，就像剛剛將軍所形容的，在第一島鏈要形成一個長城，這個飛彈長城，其實目的就在於說不讓中國大陸的航艦突穿出去第一島鏈。那所以呢，現在西太平洋啊，你看到美軍的戰略想定就是到處去部署戰略的飛彈陣地，而福斯新聞網也報道。但中國大陸也沒停下來，20多年來在準備反介入跟區域拒止的作戰方面，同樣也累積了3500枚飛彈，這個數量是遠高於美國的2500枚飛彈。將軍剛剛講數量啊，光是數量一來一回就1000枚了哈。那依照美軍的規劃呢，到2035年將會增加部署大約15000枚的長程反艦飛彈。而目前呢，美軍飛彈的主力啊，還是以戰斧巡弋飛彈到標6為主。而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中國大陸呢，則是以東風17啊，還有東風26這些極音速飛彈作為他們的主力。好，現在美國你說有飛彈，中國大陸也有飛彈，大家飛彈拼飛彈。誰怕誰？好，美軍現在打算在2035年要把飛彈增加到15000枚，這是一個目標。但拉回到最現實的層面啊，我想繼續請教將軍啊，因為考量就是兩國軍工產業的能夠製造的量能啊，這一點又怎麼看呢？我認為這從3個因素來看，第一個哈，這些包含美國、包含日本、甚至包含台灣，甚至包含菲律賓，它有沒有辦法團進團出？因為大家都有各國的利益的考量，大家利益考量是不一樣的。對，你怎麼樣團進團出？那你沒有團進團出，你就不能單打獨鬥。那單打獨鬥，任何一個國家我講過，包含日本、包含菲律賓，要跟中國大陸單打獨鬥，那你是輸的。中國大陸可以各個擊破，這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系統的整合，日本的Link，日本 Link 22，台灣系統 Link 16，菲律賓還沒有 Link 嘞，那大家層次不一樣，你怎麼整合在一起？就好像啊，一個資優班，另外一個是放牛班，你資優班放牛班你要記錄同榮，怎麼溝通啊？這個整合問題很困難，對，因為檔次不一樣，日本跟菲律賓檔次差，菲律賓差很多，你怎麼整合？我認為整合是困難的。第三個困難，我認為是產能的困难。我們看啊，大家現在數量每一個月產能多少，每一年產能多少，這是你賬面上好看。那實際上，美國的合約商，各個合約商，這個彈頭的合約商、導引段的合約商、推力段的合約商，還有電站的合約商，哇，好多合約商。你怎麼整合？对，有的生產的快，有的生產的慢，对，有的它要智慧財產權保護，有的它是可以做局部的釋出跟開放。哇，你這個問題是你要，我們知道按照一個短板理論啊，這個木桶它能夠說那個水的量是以它最短的那一根來決定它的儲存量。那短板的你那個短板嘛，你那個快沒有用啊。但是這個最後，就我們跑步的時候測那個體測的時候，是最後一個到達的算成績，你跑快前面那不算。是最後一個通過這個線才算，是短板理論就會限制到美國的產能，所以我們看賬面上是客觀，實際上並沒有那麼樂觀。對，而且其實我們講到飛彈哈，這不但是比拼數量，還比精準度哈。張老師，我繼續請教你，就是因為面對中國大陸的極音速飛彈的這個科技不斷的在突破，再加上別忘了中國大陸還有北斗衛星啊。那個北斗衛星的定位是非常準確的，所以實力都不容小覷。中美兩國的飛彈在精準度上這個比拼啊，您覺得會取決於哪些關鍵的科技？好，那其實因為就像飛彈，第一個我要飛得快，第二個是我的準度要夠。對，那準度要夠，並不是我們所想的說我只要這個定位系統夠準就好，因為它其實還牽涉到，其實因為像現在的武器，我想已經是到這個就是非常的高科技，它並不是只有你告訴它的坐標而已，它就直接去打。其實它還牽涉到後段的這個部分，包括說，這個有所謂的主動雷達，或者是成像，或者是雷射導引等等這些相關的這個部分。是。那你怎麼樣子能夠到最精準哦，就是能夠最準確的這個位置？